美股不断的创新高，无惧于关税的疑虑，这样的荣景可以维持到什么时候呢？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金玉，今天我要来提醒大家，美股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你以为我要来报名牌吗？不，我要来提醒大家风险就快到了。美股当中有一句话叫做 "Sell in May and go away"， 对吧？5月份你就要提高警觉。但是呢，其实，在美股当中啊，最低迷的月份是8月跟9月，这叫做所谓的夏季风险。所以呢，现在是不是8月啊？嘿，是哦。所以呢，我今天就来提醒大家风险。我们先来看啊，你就说，现在市场一片热，我如果过早离场，才是我最大的风险。你说的没有错，少赚的风险跟巨亏的风险，大家应该要心里头要有一把尺，对吧？我们当然希望赚最多，但是呢，风险在前面，大家还是要规避一下。好，我们先来看啊，现在美股当然是不断在创新高，对吧？但同时间呢，已经有一些指标，这些指标呢，都是各大投资机构啊，他们累积过去几十年、上百年累积下来的经验，告诉大家这样的指标看到的时候，可能高点还有，但是风险已经出来了。我们来看最近一个指标啊，叫做股市狂热指数，这是巴克莱证券啊，有一位这个传奇投资人啊，他发明出来的一个指标。股市狂热指数啊，什么意思啊？他就是把一个股票，然后呢去分析它成交量跟它的股价，然后跟它过去表现等，然后他就发现说，现在呢这些股票啊，他们都已经进入一个狂热区，就是已经非常 crazy 的状态。当然，你现在看它还是强得不得了，每天往上涨，但是呢，这种股票随时都有可能有机会开始往回跌。特别呢，还有一个股市的狂热指数是看选择权。他发现呢，现在呢这个市场当中啊，大家不断的去追逐那种疯狂飙涨的股票，然后呢还会开杠杆来追，用的呢是以小博大的一些金融商品，比如说选择权，大家当然就是已经是开杠杆。他们用的选择权呢，还直接把选择权找0天到期的商品，什么意思？大家都在做当冲，极短线，来回的赚价差，然后还开杠杆啊，就是他去借很多钱，然后呢用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杠杆比例在操作这些金融商品。其实的确以小博大，你可以赚很多，那是看对方向。但如果呢遇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转向拉回的话，可能大家瞬间的一个风险就会跑出来了。所以呢，这叫做股市的狂热指数。现在呢，股市狂热指数非常的高。另外呢，还有一个数字是在今年的年初，你看到了这个所谓的川普总统他的一个关税风暴啊，让大家哇哦，那个解放日突然间瞬间的股市的下跌，股市下跌，那当然就是一个很剧烈的波动。那你知道市场上有一种商品哦，在我们台湾应该叫做平衡基金，那在这个国际间呢，叫它的名字叫做这个被动调整的一个基金，波动调整基金，什么意思呢？这个基金呢，其实它就是写一套程式，那有一些标准，那这些标准呢，它会去自动的去调整它的一些这个持股的比例哦。比如说呢，波动系数很高的时候，这个市场非常波动的时候，我可能会买什么样的股票？我的股票比例少一点，我的债券比例高一点。那如果呢，这个市场波动的比例下降了，很稳定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会把我的一个这个股票的一个部位呢增加，然后我债券的部位就是保守部位有可能会减少。好，那最近呢，大家都知道，历经了这个4月份、5月份重大的一个冲击波动之后，现在来看那个波动已经变小了，而且呢，你刚刚看到告诉大家股市狂热的指数就是一直在往上涨嘛，对吧？让大家觉得我好像进入这个市场非常的安心，对不对？好像没有风险的感觉。没有，就大家都觉得没有风险的时候才是最大的风险。所以呢，你就看到了这样的一档基金呢，它现在的比例持股的比例从年初的20%，也就是呢那个时候市场波动很大，它会降低它持股比例嘛，20%到现在已经增加到55%，而且呢现在有预料说可能到年底会变70%。如果说一档基金它的持股比例从20%增加到70%的话，它其实它的风险系数会变高，因为呢，它手中都是股票，股票是所谓的风险资产，所以呢，其实这些为什么要告诉大家这些例子就是在告诉大家，这个市场
其实已经进入过热的状态了哦，已经开始大家都在追涨，然后非常疯狂。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要有点提高警觉了哦。好，那再来看，那这个市场当中呢，当然现在是感觉一片向好啊，欣欣向荣，大家都在赚钱。特别是最近在美国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状况是，美国的散户投资人他们冲进这个市场的比例非常非常高，而且呢是加大杠杆，而且呢是把更多的资金冲进来。我们给大家一个统计数字哦，美国散户哦，他们的高度活跃哦，光是这个 Nasdaq 指数呢，在这个上半年，他们总共散户投资人他的一个成交额高达6.6兆美元。很惊人，历史最高。好，所有散户投资人都进来。那当然呢，这个散户投资人进来，你就说哦，散户他们喜欢买的股票哦，你就去看那些迷因股，就是那些可能没有赚钱，获利很差，或者是那种跌的不得了，跌到谷底的股票，很便宜的股票，这个散户最喜欢买啊。然后呢，这个散户他们有自己的一个这个讨论版嘛，对不对？讨论的一个社群网站，大家都会冲进去买那个所谓迷因股。好，最近呢真的涨很多，你就看得出来散户投资人也有赚到了啊。好，比如说像是 Open Door 是美国很大的一家线上的房地产中介的公司。你知道它的股价哦，它居然在这个短短时间当中暴涨43%。另外呢，还有卖甜甜圈的 Krispy Kreme， 它暴涨了几个小时哦，就涨了39%。然后呢，还有像是 GoPro， 这个一度呢还飙升了73%。所以呢，这些小股票你就说哇，我这些都是散户投资人的最爱，没有错。你就看他们飙涨的速度呢，也是非常的惊人。好，那当然散户投资人赚到钱了，那你说那些大户在买谁？在买七巨头。好，那当然呢，七巨头有他们基本面的一个支撑，所以呢，过去一段时间你看到很多美股哦，他们都是七巨头占了非常大的比例，就他们就撑住了整个美国股市的市场。但是呢，有一个这个数字，我想提醒大家，在去年哦，我们看到这个七巨头，它占全美股当中的盈利占比占了52%，今年只剩下37%，也就是说，这7家公司它赚了全美股所有的公司当中，它赚了37%的这个收入的比例都是他们赚来的，所以你说这7家公司好厉害哦。但是前一年他们是赚了50%多哎，今年只剩下30%多哦。哦，他们还是很厉害，但是呢，好像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哦。所以呢，他们还是很棒，但是呢，大家已经看到这个数字在往下走，大家心里头要有一点警觉心。但是呢，一些机构这些大户，他们还是在买这样的一个股票了哦。只是呢，我们心里头要有一点底，对吧？那我们就来看看啊，这个真知灼见。这种股市当中啊，这个不得了的股神巴菲特，他其实呢已经把他现金比例现金的水位拉得非常高非常高了。那不止巴菲特，像罗杰斯，其实呢也都在变现，手中是现金满满了哦。当大家还在这个股市当中冲进冲出赚差价的时候，这些呢可以说哇塞，姜是老的辣。早就已经把股票卖了，现金握在手上了哦。那我们来看看他们卖了些什么呢？波克夏最近呢，他出脱了。没有卖光，他出脱了一大部分哦，叫做 VeriSign 这家公司，这是一个网络公司，做什么呢？做网络的基础建设，然后呢，做那个网域的注册这样的一个公司。好，那之前呢，这个波克夏当然就买了非常多他的股权，那现在呢，他就卖，就卖到了10%以下。他有一个官方理由，他说呢，这个美国的一个规定是，如果我持股超过10%的话，我就会有监管的责任。那我不想要责任，我就是纯粹资本投资而已，我就是赚点钱。我不想管这家公司，所以他把他10%几的一个股权卖到了9%多。好，那当然这是官方理由，但是呢，这个没有说出来的是，其实波克夏、巴菲特最近都在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出脱他手中的股票，降低他持股部位。增加它的现金水位，我们给大家数字哦，它的现金呢大概有3300多亿美元，在今年3月份公布的时候，好，那么这是什么概念哦？3300多亿美元是占波克夏总资产53%，占它市值的1/3强，所以呢，你就看得出来，他真的留好多现金在手上。那巴菲特呢？大家在问他说：“那你留那么多现金什么意思啊？担心美股会崩盘吗？还是怎么样呢？”巴菲特很有意思，他讲说没有，
他说我就是等一个好机会，因为他就是价值投资，我要等到一个好东西，然后回到一个非常合理便宜的价格，我再大举投入。所以他说我没有等到，我就钱留在手上。好，但是呢，你留那么多现金，还是让大家觉得怕怕的，对吧？好，所以呢，你就看到了这是波克夏。那于是呢，很多人就讲了，现在美股这么好，结果你留那么多现金，你都没有赚到吗？很可惜呀，对吧？那于是呢，波克夏最近的股价就不断的往下跌。从巴菲特宣布他在今年年底，他要把整个这个掌权重责大任交棒之后波克夏的股价就一直跌，大概跌了10%吧。那大家就怪他，就是心里头觉得说，你看，现在大家这个一直涨，然后呢，波克夏就没有买什么股票，他就是手中现金，所以他就赚不到那么多钱，所以他的波克夏股价就开始往下跌。但是不是这么看的？他手中的那些现金也赚很多钱，3300多亿美元。光是用现在这个美国的一个基准利率4.5%去算一年它可以大概拿到100亿美元的利息钱，没有任何风险，我就是拿100亿美元回来。所以人家有钱的人赚钱好简单。所以呢，他其实这些钱就是他的底气，随时一个风吹草动，在一个重拉回，他可能就有很多子弹可以开始买股票好，那另外呢，你就来看看说，那到底现在看到这个美股基本面真的不好吗？为什么大家要觉得说，这个接下来要有点风险意识呢？好，我们来看最新公布的一个美国的一个 GDP 数字，其实很好他们的经济状况不错大概有这个第二季 GDP 是年增率3%，第一季才是负的0.5%，所以呢，第二季数字很漂亮但很漂亮就不会降息了哟。所以呢，这个川普心心念念的要联准会降息，经济成长率这么好，你叫人家怎么降息嘛，对吧？所以呢，就是很难降息了。那联准会当然还是要改革，他们现在都已经在做了就是呢，它要放松监管。那当然，放松监管会放松到什么地步，我们可以再来观察。但是呢，你就看到经济数据其实是强劲的。那为什么说有夏季风险呢？其实就是因为大家一股脑太热了。所以我们来看到现在美股的本益比其实已经拉很高，已经比过去平均的20倍左右现在已经拉到22.4倍了。这是一个大家要放心上的就是呢，它的一个估值好像已经有一点过热。再来呢，你看到市场，我们刚刚提到了，大家通通都开杠杆，大家都用这个杠杆的比例在操作这个金融市场的时候，就有点危险。你知道那开杠杆有多大吗？市场的杠杆呢，已经有1兆美元，这什么意思？券商他在这个6月份借给他的客户就借了1兆美元。多少人是借钱在炒股票，这就有很大的风险。再来，你看到现在的空头部位有60%，所以呢，就是轧空的力道呢也很强。所以这一些通通加起来呢，就是夏季风险，你要放在心上市场很热，大家都开杠杆。然后空头的又这么多，所以很可能一个风吹草动会有一点风险状况。再来呢，我们就要提醒大家，在这个关税你说4月份川普说这个关税大刀砍向全世界，然后呢一阵的风吹草动，然后到大家对于关税的这个感觉心里头的害怕好像有点消散，或者是有一点疲乏，然后就觉得没有关系这个马照跑舞照跳无所谓所以你看美股一直创新高，然后呢大家就觉得没事，关税没事。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关税的一个后坐力才会慢慢开始。第3季我们会看到的是，这个通膨可能又重新会再来，关税呢可能会把通膨推高。第4季就会开始冲击到经济成长率，就会开始拉低那个成长的一个力道。所以呢，第3季、第4季可能就会冲击，慢慢你就感受到那个关税很有感好，那既然通膨开始有了，然后成长开始往下缓了，那你说金融市场会不会开始有一些回调呢？当然就要放在心上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大摩就提醒大家说，接下来呢，大家应该要慢慢有计划的把你手中的一些股票部位降低，然后干嘛呢？你去买美债，然后呢，你去放空美元，应该是可以让大家持盈保泰。当然，我不是要大家现在就离场，只是要大家心里头有一点危机意识一来8月9月本来就是美股的一个比较弱的一个时期，再来现在市场已经非常非常热了，我们有一点危机意识没有什么不好是吧？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整理了近来美股的一些现象，还有一些经济数据指标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大家在股市投资当中都可以顺顺利利赚大钱好，这是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希望你喜欢咯，我们下回见，拜拜。